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之前的红石百科中，我们介绍了如何利用打包机快速将物品输入到介符盒中。然而，当你要大量使用介符盒的物品时，取出又成为一个大麻烦。因此，这集的红石百科要来介绍解包机，也可以让你快速的拿出介符盒中物品的机器。众所周知，漏斗矿车吸收物品的速度远远高于漏斗，然而它却没有办法直接传输到箱子中，需要透过漏斗才可以。因此，第一台机器呢，我们将漏斗矿车推到4个漏斗的中间，这个能让4个漏斗同时将物品吸出，大大提高了传输的速率。然而，相比于后面的几种，这台效率仍然不足，而且需要手动操作，只不过建造起来非常容易。第二种机器我觉得非常好用，效率快，建造简单，容易实装，概念也很好理解。然而，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，那就是会消耗介符盒。如果没有盖介符盒农场的人，会非常不建议盖这台机器。它的运作原理很简单，这里用到了一个介符盒的特性，那就是作为掉落物的介符盒如果被烧掉的话，里面的物品就会爆出来，有点类似上一集提到的烧漏斗矿车喷出掉落物。不过漏斗矿车能被回收，介符盒则无法。使用方式也很简单，在矿车中放入你要解包的介符盒，还会流到这个发射器中。按下按钮的同时，粘性活塞往上拉，腾出空间，发射器放出介符盒，活塞复位推掉介符盒，使其成为掉落物。接着介符盒因接触到岩浆而烧掉，掉落物则会落到水中。最后一台呢，则是去掉了前一台的缺点，利用上一集的烧矿车概念来达成既不损坏介符盒，又能急速解包的功能。首先，这里运用了一个检测介符盒容量的机器，当你按下按钮后，介符盒被发车器放出，底下开始喷漏斗矿车来吸介符盒中的物品。当介符盒空了之后，就会让漏斗矿车发车，烧掉后掉落的物品顺着水流流到这里。此时空的介符盒被打掉，进入这个箱子，漏斗矿车则会回到发车区待命。这台还有另一个好处，就是前面几个都是半自动，每个介符盒都要重新解包。这台虽然是一样一包一包解，但是按一次按钮就会自动将所有介符盒都解完，才会停下哦。解包机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，我将它运用在自动合成和320熔炉组中。我也常看到有人用在全物品分类机，不过它能运用的地方当然不止如此。希望大家能够发掘解包机的强大之处，并实装在自己的世界中。那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